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惠子。在遥远的小村庄里流传着这样一则古老的传说，有时候森林里会有不可思议的声音，当听到这种声音的时候，千万不能乱走，因为这是森林的守护神穿梭时空的时候发出的声音。如果在这个时候乱走动，就会被卷入别的时代。剧场版穿越时空的相遇就为我们讲述了这样一场关于跨越时空友谊的故事。雪晨是这个村庄里一个普通的男孩，这天他像往常一样去森林里写生，在森林的入口处，他遇见了少女永久。永久告诉了他这则关于森林的传说，当时雪晨并没有在意。然而就在他画画的时候，他看到森林里的许多神奇宝贝开始逃亡，出于好奇，雪晨追了上去。就这样，他发现了正在被猎人追捕的雪拉比。当雪晨看见雪拉比的时候，他已经被飞天螳螂的夹子给夹住了，而在他的旁边还有一只黑鲁加正在警戒。雪剑想阻止他们，但却被黑鲁加的喷射火焰所阻挡。就在这个时候，雪拉比突然飞进了雪晨的怀里，面对穷追不舍的追捕，雪拉比发出了怒吼的声音。于是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只见整个森林都被蓝色的光芒笼罩了。此刻的雪拉比也发出了亮光，一阵刺眼的白光过后，男孩和雪拉比都不见了。在村子外面，小智一行人遇见了怀特先生。据怀特先生说，在他们村子旁边的森林里有很多的神奇宝贝。出于好奇，小智一行人决定跟随怀特去往他所居住的村子果野村一探究竟，而与他们随行的自然还有最迷人的反派角色火箭队。就在小智他们准备进入森林的时候，一位老奶奶出现了。她告诉小智，他们在森林听到声音之后千万不能乱动。几个人听完老奶奶的嘱咐之后，继续向森林进发。就在这个时候，他们突然听到了森林里传来了一阵奇怪的声音，并且出现了蓝色的光芒。小智朝着声音发出的地方跑去，却意外地发现了昏迷倒在地上的雪晨。几个人合力把雪晨背出了森林。在雪晨苏醒之后，老奶奶惊讶认出了这个男孩就是40年前走进森林的那个孩子。通过老奶奶的讲述，雪晨才明白，原来这位老奶奶就是当年她在森林入口处遇见的那个少女，而自己竟然因为雪拉比的力量来到了40年后。想到雪拉比，雪晨突然想起雪拉比受了很严重的伤，此刻正下落不明。出于对雪拉比的担心，几个人不敢耽搁，立即再次跑进森林去寻找雪拉比。后来在神奇宝贝的聚集处，他们发现了受伤严重的雪拉比，但是由于雪拉比一直在遭受人类的追捕，所以对于小智他们的到来令他感觉非常的恐惧。他召唤出了许多的荆棘，拍打着小智和雪晨，但是小智二人并没有因此生气，反而是忍着疼痛不停地去抚摸并安慰他，这才使得雪拉比终于放下了自己对人类的偏见。虽然时间已经穿越到了40年后，但是坏人对于雪拉比的捕捉却远远没有结束。火箭队假面的比夏斯通过黑暗宝贝球威胁40年前的那个猎人，说出了雪拉比的下落。就在小智他们抱着雪拉比准备走出森林的时候，比夏斯出现了。他召唤出了自己的神奇宝贝巨钳螳螂和纽拉，并试图把雪拉比从雪晨他们手中抢走。但是这两只黑暗神奇宝贝却被小智、月桂叶和雪晨的火恐龙联手打败了，由此小智一行人才得以逃脱。但是此刻的雪拉比由于受伤而变得非常虚弱。就在几个人不知所措的时候，森林突然开始弥漫起一场大雾。这个时候圈圈熊出现了，在圈圈熊和其他几个神奇宝贝的带领下，几人找到了永久婆婆所说的生命之湖。雪晨抱着雪拉比走进了湖中，凭借于湖水的治愈能力，雪拉比很快就恢复了活力。一行人开始开心地在湖水中嬉戏打闹，因为一起经历的这些故事，雪晨和小智也成为好兄弟，而雪拉比对于小智一行人也越发的信任了。
但是此刻夏拉斯并没有放弃对雪拉比的执念。就在小智他们准备回村子的路上，夏拉斯再次袭击了他们。由于雪拉比被机器发出的强大电流伤害了，所以夏拉斯不费吹灰之力将其收进了黑暗球之中。虽然在森林里其他神奇宝贝的帮助下，小智成功的抢回了黑暗球，但是雪拉比却因黑暗球的力量变得邪恶了。他向森林里其他的神奇宝贝以及小智一行人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并且发动强大的技能，使森林里的一切力量都集中在了自己的身上。很快，雪拉比就成了一只被树枝包裹着巨大树怪，使用森林之力破坏森林。在暴怒的雪拉比面前，一切的反击都显得尤其的脆弱。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北风的化身水军出现了。水军救下了小智，并把他们带到了雪拉比所在的树枝之上。两人开始疯狂地唤醒雪拉比，希望他能够重新找回原来那个善良的自己。美好的过去和邪恶的力量不停地在雪拉比的身体里交织，这使他感到非常的痛苦，并不断发出可怕的电流，试图逼退一直向他靠近的小智等人。最终，雪拉比终于找回了自我，并借此摧毁了黑暗球。然而此刻的雪拉比由于能量的枯竭，身体很快走向了枯竭。虽然水军凭借自己净化污水的力量对湖水进行了净化，但雪拉比却没有任何复苏的迹象。面对此情此景，众人都流下了伤心的泪水。但就在这个时候，神奇的一幕发生了，森林的上空突然再次传来了穿越时空的声音。雪拉比的小伙伴赶到了，他们用自己的能力治愈了雪拉比，并把森林恢复成了原来的样子。森林的守护神赐予森林生命，这片森林终于又恢复了以往的平静，而雪尘也依靠雪拉比的力量，再次回到了属于自己的时代。无畏时间，不惧未来，真正的友谊跨越100年依旧可以相遇。就像小智和雪尘，虽然两人暂时分开了，但是他们却在这个时空以另一种方式再次相见。大木博士就是年少时的雪尘，这个秘密如果被小智知道了，肯定会感到万分惊讶吧。我是惠子，咱们下期见。